最近传来很多企业家的噩耗，绍兴金点子纺织公司创始人毕光俊4月16日坠楼身亡，享年56岁。杭州西子电梯董事长刘文超搞技术流电梯工厂工程大单终身服务的大拿6月2日坠楼身亡，享年54岁。广东亮家居创始人曾玉洲，家装圈的大佬7月17日坠楼身亡，享年53岁。北京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鹏，收租的家居商场房东7月27日坠楼身亡，享年57岁。他们为什么接二连三轻生？首先，蓦然回首，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个体创业浪潮彻底结束了，未来个体创业再也无法赚到钱了。那么未来的机会究竟在哪里？你只需要看完下面这个内容。首先，从1984到2025的这40多年，普通人靠创业发财的机会有4波浪潮，看看你抓住了几波浪潮。第一波实体浪潮就是1984到2000的这些年，这是胆大为王的时代，社会什么都缺，无论你能生产出什么，都有人抢着要，所以无论是倒货的还是开工厂的，都能迅速致富。第二波是互联网浪潮，也就是从2001到2010的这些年，这是平台为王的年代，各种互联网平台崛起，加速了产品和服务的流通，市场出现了很多巨头以及无数的服务商家，这波人也发了财。第三波是房地产浪潮，也就是从2003年到2020的这些年，只要闭眼买房都发了财，这是搭建硬性基础设施的过程，每个国家都必须经历这个阶段。第四波是流量浪潮，这个阶段从201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微商直播、短视频网红等等都是靠流量赚钱，流量就是水，水就是财，谁有流量谁就发财。而现在呢，产品严重过剩，流量越来越难，房价不断阴跌，普通人只能望而兴叹。凡是你能想到的生意，巨头早用钱砸烂了，你吭哧租店装修，结果隔壁就是资本连锁、中央厨房、明星代言、算法轰炸，你那点钱纯交学费，给房东打工。再来回忆一下前面20年来的做生意成功的概率，1998年之前成功的几率是50%，每1万个人有5000个人能赚到钱。1998年互联网产生了，成功的几率是20%，每1万人有2000人能赚到钱。2002年淘宝诞生了，成功几率是10%，每1万人有1000人能赚到钱。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开始，成功几率是5%，每1万个人有500个人能赚到钱。2018年贸易战开始了，成功几率是3%，
每10000个人有300个人能赚到钱。2020年，疫情发生了，成功几率是1%，每10000个人只有100个人能赚到钱。2025年，贸易战再次打响，成功几率已经不到1%，也就是说，做生意能赚到钱的概率越来越少。其次，再看这些自杀的大佬，大都属于房地产相关行业。这几年，房地产行业不景气，而电梯、家居、纺织等行业严重依赖房地产行业，公司经营越来越难。这背后的真正原因是，经济的上半场结束了，经济的下半场正在开辟。就像打球比赛一样，下半场的打法和上半场一定是不一样的。无论你是哪一方，都必须调整打法，才能适应新的比赛节奏。简而言之一句话，上半场我们的收入来自于资本型增长，下半场我们的收入来自于运营型增长。先来搞清楚什么叫资本，比如土地、房子、股票、各种优势资源、矿产、厂房等等，也就是可以坐享其成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初期，往往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们可以盘活整个社会的资本，还可以加杠杆，带动一轮又一轮的经济发展。任何一个国家、企业、个人要想快速发展，必须解决原始的资本积累问题，都必须经历一个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像跑马圈地，一旦生产力得到解放，就加足马力直往前冲，谁的马力大，谁抢的地盘就多，属于野蛮生长阶段。跑马圈地时代主要有2大红利。第一大红利，人头红利，针对的是制造业和房地产。第二大红利，流量红利，针对的是互联网行业。这2大红利让中国完成了3大基建任务。第一是实体的基建，主要靠房地产。第二是网络的基建，主要靠互联网。第三是产品的丰富，主要靠制造业。3大基建任务的完成，让中国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中国经济的上半场，也就是1979、2024的这40年，我们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如今我们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国接下来该怎么走？请记住，中国经济的增长正在从资本驱动切换成运营驱动。那么什么是运营呢？就是靠管理、优化、配置去盘活这些资源，使这些资源发挥出更大的社会价值。比如现在已不缺房子，缺的是如何把闲置的房子利用起来的办法。现在已经不缺产品，缺的是如何把合适的产品送到合适的人手里去的渠道。跑马圈地时代的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必须经营好你的1亩3分地了。野蛮生长的时代过去了，未来是精耕细作的时代，淘金的时代过去了，未来是炼金的时代。
之前我们都是依靠资本的增长赚钱，比如房价翻了多少倍，股票升值了多少。然而现在资本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还想按照之前的那种逻辑，占个坑就坐等升值，无异于守株待兔。按照这个逻辑，如何衡量一个城市企业个人的未来前途呢？就看这个主体的运营收入如何。比如很多城市的 GDP 依然很高，但是公共收入很低，这说明这个城市正在走向衰落。比如很多上市公司的市值依然挺高，但是利润越来越少，甚至开始亏损，这说明这个企业也在走下坡路。比如很多一线城市的人坐拥上千万的房产，但是年收入还不足20万，收入都不足以维持家庭的运转，说明这个人也在入不敷出。虽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是趋势一旦发生，很难逆转，甚至还会加速。这些主体总有一天会遇到危机，然后开始变卖自己的资本家产，度日直到消亡。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有的人企业原始积累很低，但是轻车上阵，他们的运营收入非常高。未来一大批靠运营赚钱的个人和企业将诞生，他们不靠资本的坐享其成，就靠新经营、新模式、新渠道赚钱。他们才是中国经济下半场的中流砥柱。有大破必有大立，一批人倒下，就必然有一批人站起来。经济的上半场和下半场各有各的任务。上半场在资本的推动下，要先通过模式技巧的创新，给社会搭好骨架。下半场在运营的推动下，要再通过产品内容的填充，让社会有血有肉。先资本后运营，这往往就是个人企业发展的2个阶段，这也是一个先硬后软的过程。比如我们前些年大兴土木修桥修路建房子，这是一种硬性设施的搭建，目的是为了做好社会的框架。只有当一个社会的基础设施完善到一定程度，人们才能更好地搞科研，做产品。比如我们前些年诞生了很多互联网平台，电商、社交、交通、餐饮等等。这些平台的搭建也是为了给社会搭建框架。这些平台大大提高社会的运转效率，给很多人带来创业和就业的机会。当我们通过资本的力量把社会的基本框架完善到一定阶段，我们接下来的精力就要放在运营内容上。因此，中国经济的上半场通过资本的累积完成了2大任务：用钢筋混凝土做好基建和房子，推出各种互联网平台，提高社会运转效率。在搭建框架的时代，发展比较粗放，秩序不够完善，所以很多人都在研究模式和技巧。因此投机者更容易赚钱，这是现实。所以运作这2种资本的人最赚钱。第一种就是搞房地产的，第2种就是成功搭建各种平台的。而到了下半场，
随着商业框架的完善，只有运营好产品和内容才有出路，这其实也是一种必然。在一个信息高度对称的时代，或者说在一个竞争越来越充分的时代，所有的模式和技巧都会变得没有门槛，资本越来越无处落脚。在经济的上半场，一个人的成功跟个人能力和贡献根本没有太大关系，只要你胆大，会玩套路，不择手段，你就能成功。但是下半场就不一样了，互联网越来越发达，信息越来越对称，中间环节越来越少，机会越来越均等，渠道越来越公开，资源越来透明。在一个信息和价值高度对称的时代，每一个机会只留给最能配得上它的人。最好的技术工具一定会被最善于使用它的人掌握，最有价值的思想也一定被最具贡献精神的人获取。所以这也是一个套路过剩的年代，人人都熟悉和掌握了各种套路，而当所有人都在使用套路的时候，那些用心走心有价值的人却成了最受欢迎的人。从现在开始，机会将越来越公平，法治和法规也越来越完善，社会告别了野蛮生长期，开始纵深精细化发展。一个人如果要想成功，就必须依靠你能创造的价值。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价值决定一切的时代，在一个价值高度对称的时代，每个人只能得到和他相匹配的东西。一旦自己拥有的东西超过了自己的能力价值，就会出现麻烦。因此未来我们必须把精力放在运营产品和内容或服务上，而不再是依靠各种捷径或者投机，不再依赖资本的动力。中国真正的好时代才刚刚开始，因为从资本到运营的升级，其意义不仅在于社会的逻辑不一样了，更大的意义在于它能使社会主流价值观发生转变。一个人人都在沉下心来做产品内容，重运营的时代才是健康的时代，才是最好的时代。再换一个角度看人生，中国经济的上半场大家靠投机赚钱，中国经济的下半场大家要靠努力赚钱。也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经济的下半场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只有勤奋的好人才能赚到钱。这句话非常通俗，却大道至简。纵观人类社会，可以发现人的发展离不开一个规律，那就是短期拼机遇，中期拼能力，长期拼人品。人的成功刚开始要靠机遇，但是到一定阶段就得靠能力。一个人如果要想长期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有过硬的人品，否则一定会栽倒。也可以这样理解，出身决定了你的起点有多高，能力决定了你的发展有多快，人品却决定了你最终能走多远。同样的逻辑，企业的发展也有一个规律，短期拼营销，中期拼模式，长期拼产品。企业的成功
刚开始往往需要借势，要做好营销，但是到了一定阶段就得靠模式，模式必须是最先进、最符合时代潮流的。然而一个企业要想能够长远发展，必须得能提供过硬的产品或服务，否则一定玩不下去。我们身边已经发生很多这样的案例，比如皇太极乐视这样的企业，都曾无限风光。他们要么靠风口，要么靠营销，但是现在的状态大家都看到了，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一个规律，那就是短期拼政策，中期拼人口，长期拼服务。城市的成功一开始需要关注政策扶持，后来流入人口是关键，能不能吸引有创造力的年轻人是核心。但是一个城市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其实是它的公共服务能力，比如办事效率、医疗、教育、交通、福利等等，才决定了这个城市的长远发展。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总结出2个社会规律：一、人类的一切竞争归根结底都是人品和产品的竞争；二、人类的一切胜利都是价值观的胜利。在中国经济的上半场，很多人的发家看似是能力，其实更多是投机的产物。可笑的是，这些人总以为自己成功了就大功告成了，就以为自己可以高枕无忧了，他们全然忘了勤劳致富财运久，投机取巧必招灾的规律。所以说，很多人返贫表面上看是时运不济，背后却是因果报应，规律使然。一定有人会说，不对啊，身边很多人品端正、价值观很正的人都被那些歪门邪道的人排挤了。的确，过去粗放的发展模式必然造成了粗鄙的社会。在这种社会结构下，人人都在追求短期利益，都在奉行捞一把就走的理念。人要变得粗鄙才能生存，才能生活得更好。很多人变得厚颜无耻，而那些出淤泥而不染的人反而被排斥。我想说的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国家企业个人的发展从来都是曲折的，甚至总是出现局部的倒退，不走很多弯路反而是不正常的。但是大方向从来不会出错。这个世界看似不公平，有人得势就一冲上天，有的人才华横溢却被埋没得无影无踪。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站得高一点、远一点，再看待这个社会，就会发现它真的很公平。因为伴随着经济的转型，必然会出现一个现象，那就是财富的重组。财富重组的逻辑是，财富永远只留给配得上它的人。中国社会最公平的地方在于，一旦一个人的智商和财富不匹配的时候，这个社会有100个方法收割你。比如那些在庞氏骗局上的接盘者，其智商往往处于社会底层，因为他们的智商根本不足以驾驭他所占有或继承的财富，所以要让高利贷传销分子们去收割他们的财富。
增加社会财富的流动性。所谓击鼓传花的游戏，是从高智商向低智商依次传递的，传到你这里是必然，除非你还能找到一个智商比你还低的人。互联网时代，信息变得越来越透明，这个时代不断地去识别各种蠢人，将他们打入社会底层，使他们遭受奴役。同时，这个时代还不断地去发现聪明人，把这些人往上托起，让他们掌控财富，然后去管理和引领社会。因此，一个人靠运气赚来的钱，往往都会凭实力亏掉。世界看似变幻莫测，时代日新月异，然而冥冥之中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操控着社会的运行，这就叫天道。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顺应天道，愿你与时代同频共振，乘风破浪。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